先不提上次和上上次不知缘由的失败，该说是失败吗？最后凝结成的倒影突然消失，与其说是失败，那样的情形好像说中断更合适。这么想是不是有点太过乐观？无论是哪种，这次好像真的把我难住了。果然又是这样。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吧？真让人意外，想不到在这里还能遇见其他人。好吧，给你一个向我真诚表达歉意的机会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维塔，一个符楼沙人，你可以称呼我为符楼沙人维塔。符楼沙是你的星星的名字吗？我叫希娜迪亚，一个洛星人，你可以叫我洛星人希娜。这里可不是什么值得散步的好地方。喏，你看，深渊就在那里，要小心，他是整个太阳系最小心眼的家伙，用无形的视线拴着所有人，要是谁不合他的心意，他就会把你也扔进去。在凝视他的时候，也会被回忆凝视的深渊吗？还真是个饱含敬畏的形容。是啊，要不是置身其中，确实难以想象在心间最令人向往的静谧一隅，会有这样一位严苛的考察官呢。是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如果你这位听话的好学生能协助我逃课，让这位考察官的丝线再也够不着我，也许在类比过诸多星系又做了宜居度调查报告后，我说不定能拍手对你的说法表示赞同。抱歉，我只是觉得有点意外。你谨慎又小心，但却意外的坦诚，这样的个性让我想起了我特别喜欢的孩子。啊，真的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啊！在拿不准我的心意时，他会悄悄牵起话头，仔细观察我的反应，随后慢慢说出后半段。所以你想问我什么？如果你还不急着走，要不要先听我讲个故事？随便，反正你很快就会理解，在这里与人交谈毫无意义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危机四伏的永冻海里，漂泊许久的一群蒲公英旅人，远远望见了灯塔。眺望着那束令人慰藉的光，让他们再次燃起了重建家园的希望。然而，全速航行的他们撞上了环绕海岸的暗礁，全靠船头的龙首鲸像粉身碎骨，在无可跨越的壁垒上撕出一小道转瞬即逝的开口，才使他们得以幸存。龙首的鲸脖几乎尽数剥落，损毁的船只再也无法航行，搁浅在柔软的沙地上。这是一座宁静又美丽的岛屿，危险的风暴与寒潮被环岛的礁石阻挡在海湾之外。得以喘息的众人四处张望，很快他们发现了8个可供落脚的溶洞。看，那里有火光，为首的旅人说着，领大家走进其中一个。他们踩着红色的泥土，耳边传来清澈的流水穿行于巨石下隙间的乐声。他们来到那团跳动的火面前，衣物立刻就被烘烤得暖乎乎，湿了的口粮加热过，也就不那么难以入口。大家又重新打起了精神。一位旅人捡起地上的小树枝，在洞穴的墙壁上画下篝火，又画上食物。在我们的新家里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驱散寒冷和饥饿。另一位旅人见状也拿起树枝，画上了小小的王冠和书本，接着把树枝传给了第3位、第4位，
大家在墙壁上勾画着，脸上露出了幸福又向往的微笑。洞穴里的气氛变得快活又温暖，那团火焰跳动的频率开始与众人共振，火苗有了重量，轻轻飘落在为首的旅人手心，化作与他近似的生命。旅人们赞美这因他们而诞生的生命，决心在这里生根发芽，建造家园。可是刚落成的苗圃很快就会被毁坏，神秘的破坏者似乎只在花圃开花的季节前来，他们带来枯萎的灾异和捣毁洞穴的山洪，但每一次都会让幸存者拥有更强健的根系。幸存的旅人因此成了苗圃的保护神，他们坚定地守护着花店，看护每一个新生命的根系，直到他们的家园有了雏形。许多生命逝去了，许多生命又重新萌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为首的旅人究其原因，终于发现这座岛上独特的自然常理。挣扎的长夜已经过去，通过考验的他得到了不完整的全能。旅人与他幸存的伙伴们得以看着他们新生的花圃迎来黎明的朝阳，只是朝阳就足以让他们感动落泪。他们是如此盼望着见证他们落成的家园步向未来。而现在，因为那不完整的全能，他拥有了来到这里的资格，只差最后一步，但他至今没有得到回应。域外的来客竟然可以跨越壁垒前来，那反过来是不是也有可能？就算出身不同，也总会殊途同归。太阳底下无心事，没意思。进退不能的未竭之解。所以呢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已经有办法啦。还记得那个和你有些像的特别可爱的孩子吗？他正是洛星文明的出题，现在也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我的小磊爷啦。哦，是那个因你的触碰而破壳的雏鸟，形貌都仿照脆弱不堪的人类的缺陷品。请你收回这样的评价。别生气嘛，如果你做不到，他就要一个人承担被你扔给他的重担了。你甚至没有给他留下说做不到的余地。只因被你选中，就要完成连你也完成不了的事，他难道不可怜吗？你错了，我选中的不是雷耶拉，是所有像我、像他一样不完美的人类。只要给人类足够的时间，他们一定可以做到连神明都做不到的事情。而雷耶拉，他会成为洛星未来的见证者，并在某一天向你证明，希纳迪亚的理想绝非空谈。你这是在和我打赌？有意思。是啊，所以我也会忧心于某一日，作为神明的我，可能会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羁绊人类的脚步。因此，我想向你提出一个有些冒犯的请求。假如那一天来临，希望你可以成为我的送葬人。哦，那可真是……啊，刚才我好像是在和谁交谈，还打了个赌来着。